煮速冻饺子不要着急下锅了，今天教您掌握煮饺子的正确方法，饺子好吃不破皮不粘糯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很多朋友都反映自己煮的饺子破皮露馅，而且口感跟现包的区别太大了，其实都是下锅的时间不对，所以饺子看似简单，实际上还是有些小技巧的。这里我将把技巧一一分享给大家。我们准备一盒速冻饺子，首先这里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是优质的冻饺。不建议大家购买散装速冻饺子，散装的一般都比较便宜，俗话说便宜没好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散装饺子一般都是三无产品，而且其卫生条件也令人担忧。其次就是冰霜太多的速冻饺子不建议购买，如果冰霜太多，很可能就是运输过程或者储存售卖过程中出现了二次冷冻，这样的速冻饺子无论从口感还是从新鲜度上都会差一个层次，所以不建议购买。像这样有些薄薄的一些冰沙的就是优质的冻饺啦。冻饺准备好，我们往锅中加水，这时可不要急着下冻饺，否则一不小心可能就煮一锅饺子皮汤，还有4分5裂的饺子馅。大火把水烧开，在水试开未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勺的食盐，加盐可以防止饺子粘锅，还有增加饺子皮的韧性，让饺子经煮不破。我们把食盐搅拌溶解后呢，在水撕开未开时，我们就可以把冻饺一个个的放进来啦。众所周知，新鲜的水饺呢需要水开了再下锅，但是对于冻饺就不能等水开了再下锅。如果水开了下锅，由于沸水的冲击力强，速冻后的饺子呢就很容易破皮。但是如果冷水下锅，水饺在水里泡的时间过长，也很容易破皮的，而且极可能就煮成一锅粥了。所以说冷水下锅和沸水下锅呢都不对，正确的做法就是水烧到撕开未开的程度，这个水温不但避免了冷热相撞，同时冻饺可以慢慢的吸收水分，一边化冻，就不会出现冻饺子开裂的情况了。饺子是全部加入锅中后，等待30秒，轻轻用铲子推动，使饺子受热均匀，也避免出现粘锅的情况。然后呢，等水被烧开。水开后呢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00毫升清水，这就是点水了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3开饺子2开面，意思就是我们煮水饺的时候呢，要在锅开之后呢点3次水，这样水饺就煮熟了。所以当水再次涨开后，我们再往里边加入100毫升清水进行点水。当我们将冷水倒入锅中后，水就会停止沸腾，锅中的温度呢也会下降一点。这个时候正在膨胀的饺子皮呢就会回缩，使它变得更加紧实，这样饺子呢就不会出现破皮的情况了，而且还能避免煮饺子的汤汁变得浑浊，另外受热均匀，饺子馅也能熟得更彻底。所以这也是点水的意义所在了。当水再次涨开，我们再进行第3次点水。等待涨开的这个空隙，我们来准备点配料。碗中加入少许的紫菜，少许的虾皮提鲜，再来一点香菜，少许的葱花，跟着加入1勺芝麻香油，1勺的生抽，半勺的香醋。这边饺子汤涨开了，我们盛出1-2勺出来放入调料碗中，这样简单好吃的汤底就做好了。调料简单，味道可不简单。回到饺子这里，不管煮新鲜饺子还是冻饺子，煮熟的标准都是饺子在锅内完全浮起，最后一次点冷水后看到饺子浮起了，再煮半分钟左右，饺子就熟的差不多了。这样煮熟的冻饺子的口感和刚包的饺子一样好吃。现在呢就可以盛出来了。捞煮好的冻饺呢也要小心翼翼，不要用力的去抖水分，要保持平稳，
沥出水分即可，这样饺子呢才不会破皮。盛入碗中搅拌搅拌即可享用。这样煮好的冻饺个个完整，不破皮也不露馅，汤汁清清爽爽，口感和现包的一样好吃。所以下次煮速冻水饺，您不妨也试试这个方法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在这样的天气里面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饺子，暖心还暖胃。学会上面这几点煮饺子的技巧，那煮出来饺子也会很完整筋道了，口感不说惊艳，但也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如果您看完有食欲，或者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